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10月底川习会就要来揭幕了，但没想到揭幕之前，双方已经杀到了刀刀见骨。什么叫杀到刀刀见骨？习近平他推出了史上最严格的稀土出口管制，他寄出的是0.1的稀土条款，只要你的稀土成分占产品总价值0.1%以上，你就必须获得北京的批准，等同你是长臂管辖。这件事情一丢出之后，川普他气炸了，他马上说，我还要加征100%的关税，甚至对你的波音飞机的零组件实施出口的管制。而现在美中现在大打出手，这只是第一招而已。明天14号还要针对了中美开征港口费来进行交锋。这个中美的对战，中美的这一种博弈，这举动被学者形容是什么？诸神黄昏，甚至美国的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这个众议院的穆勒纳尔他直接讲，今天北京的行动是对美国的经济宣战。当你今天宣战的时候，美国当然不能输，但它的底牌、它的叫板是在哪里呢？你看到了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你就会完全知道，他说这将是一场微妙的舞蹈，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的反应。但是重点在后面，我保证美国总统拥有比中国更多的筹码。他这个筹码，他指的是什么？当然就是晶片。《纽约时报》马上就抛出了这一篇的新闻，这篇新闻全世界吓了一跳，尤其台湾人也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它的标题写得很明白，神秘的执行长跟数十亿美元的销售额，中国正在购买被禁的辉达晶片吗？他的神秘执行长就是这位叫什么？这一名女子叫做黄乐。你看到这一张照片的时候，大家觉得不太寻常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他旁边坐的是黄仁勋，而且他拍摄地点在台湾，而且他拍摄这个场合，我们都知道黄仁勋很常去一些私人的包厢里面吃饭，而且都是一些他非常亲近的企业家，甚至他的供应商，甚至他的朋友。但是这一张照片很明显已经被锁定，已经被偷拍了。这一张照片，它到底是谁拍的？为什么10月10号在稀土管制之后突然放出这一张照片？很明显，这背后有美国的压力，美国的影子在。这也是对中国最后的警告。你在搞什么事情，我全盘都知道。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台大电机博士张晴玉，各位观众大家好。国珍，我都没有办法想到，我原本以为10月底两个人就要见面了，好好谈嘛，对习近平来说不是很重要吗？4中全会前呢，对不对？但是呢，怪的是什么？这个周末，从10月9号、10月10号、10月10号，双方杀的跟什么一样？这比之前还要凶哎！对，两个人见面前是拿刀互砍嘛。中国先出手，先管制了稀土跟锂电池，但是川普也丝毫不让，他马上跟你说，我发了500支呛你，而且我要再克你100%的关税。接下来中国还是发言说，我还是会管制。他马上说，我会对你波音零件实施管制。所以众议院的对中国的特别委员会、竞争特别委员会，他说，你这个行为其实是对北京、是对中国的经济宣战，这要开战的。经济宣战哦，而且范斯还讲了一句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地方。范斯讲这是一个微妙的舞蹈，那很大的程度就看中国的反应。如果中国采取高强度的激烈反应的话，如果你敢对我更狠，我跟你保证，我一定会，美国会有很多筹码，而且我会采取更强烈的措施。如果中国愿意理性的面对，美国愿意放过他。他讲很明显，所以马上一件事情就丢过来。竟然没有想到是台湾，竟然是这个筹码里面。我们就看到这张照片，突然震惊了台北科技圈。怎么黄仁勋跟这个中国的白手套突然被《纽约时报》拍到，而且公诸于世说，黄仁勋竟然在 Computex 去年6月的时候，竟然跟中国白手套见面，卖了20亿的晶片给中国。所以这就是范斯所说的筹码。我都知道你在搞什么了，等于在暗示中国说，其实你的每一件事情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不要以为你在搞什么。你即便在台北一个私厨里面那个隐秘的饭局，我都有照片，我掌握里面精确的资料，我就是随时要拿出来对付给你。可是这一次这周末大家说什么？跟诸神黄昏一样，诸神黄昏是北欧神话里面那个是什么？世界末日，双方真的杀的跟什么一样？结果今天果然台股崩了。
韩国崩了，韩股也崩了，美股也崩了，大家吓一跳，以为10月要重演4月的风暴，因为整个股市出现了大幅震荡。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其实就从10月这个假日，中国刚刚放完他们自己的国庆日之后，他突然发一个文，是要针对全世界哦，这次不是针对美国的稀土而已哦，要针对全世界的稀土，你只要出口的话，都要经过中国的商务部的同意，而且这很可怕。他说这个价值比例达到0.1，那个已经细微到0.1，你都要经过我北京的同意耶。对，都要经过中国商务部的批文才可以出口，而且不管是直接进口国家还是间接出口国家，都要跟北京的商务部去取得许可才可以购买，对，等于全世界都影响了，包括我们的台积电，连台积电如果你间接从日本买回来稀土相关材料，你也会被影响，所以台积电也因此而大跌。那川普看到这个批文的时候，马上他没有再客气了，他马上说，我其实这段时间已经赢了你很久，我很希望你能够跟这个社会好好相处，与人为善。没想到你变得非常的敌视，这个国家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尤其在稀土管制方面，那我们中国凭借了它的资源啊、垄断啊，对世界达成俘虏，所以我们要考虑对中国采取强烈措施，所以他就决定要加他100%的关税，又是100%，希望他能够好好做人，能够好好的痛改前非。所以一下子当天晚上的股市就发生了什么状况？其实有点重演4月2号那时候解放日，川普解放日的关税，因为加100%的关税嘛，又回到了解放日关税之间，所以 S&P500 马上跳水，从跌了162点。更惨的其实是我们最紧张的就是台积电，因为这一次震央就是台积电，因为只要半导体相关的稀土也要被管制，所以台积电在10月10号那个晚上竟然跌了6.41%。如果按照这个等跌幅的话，我们这一天的台股的跌幅应该今天早上开盘应该要跌超过1000点以上。不过从昨天开始，整个假日因为这一次刚好有3天连假嘛，所以3天连假其实我们所有的国安单位跟各大券商跟金控公司其实都做好开盘的准备，都准备要救股市，所以今天一开盘大概跌了500-600点，一下子就拉回300多点，所以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当然，亚洲股市、韩国股市也受到影响。其实这是全世界的震央，但是它重点是它是中国跟美国单独的开战。对，好，开战的原因是这一次习近平是真的针对川普。为什么川普会这么生气？是真的针对川普的痛处。你之前管我的，你限制我了，我全部要还回来。所以它管制的是什么？跟 AI 相关的晶片，包括14奈米以上的先进晶片，你只要用到稀土，我要管。256层 CoWoS 的立体晶片，我也要管。所以这次会打到谁？你知道吗？连艾斯摩尔都会被打到。艾斯摩尔也中招。对，因为他们都会用到稀土相关的，所以连稀土。艾斯摩尔这些半导体设备，它用到化合物堆叠啦，或者是 CoWoS 这些都会被影响到，所以这是习近平是怎样？你管我越多的，我反击的越大。所以4奈米啦、CoWoS 啦或海力士这些晶片，我全部都管你到。那川普也没有再客气了，我也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所以你公布这个之后，我马上针对你的相关的产业进行限制。例如，我马上宣布说，波音的零组件我要限制你取得波音零组件。你知道吗？在中国现在还有1855架的波音飞机还在飞，如果这些飞机都被限制的话，你飞机飞不起来。更重要是代表中国民族自信心的 C919，他们不是说我们 C919可以飞起来吗？事实上，如果波音的零组件全部限制的话，C919恐怕会飞不起来。为什么你知道吗？这段期间其实美国是有管制波音相关的零件到中国去，所以 C919本来今年应该交付可以32架，它可以造很多架了32架的C919，对，结果它今年只交付了5架，也代表怎样？所以双方是讲你来掐我，我也掐你，大家都不要活了。不过最可怕的其实是范式说的，其实你要小心哦。你中国如果理性反应的话，我会对你客气一点哦。我手上还有更多的筹码，我筹码有很多。结果你隔天你才10月9号才把稀土的管制丢出来，我10月10号。《纽约时报》就报了这一篇，还是这张照片，吓死人了。所以你控制我的稀土，你控制我的锂电池，其实你最怕的是什么 ？AI 晶片，其实在我手里。那 AI 晶片，你们在偷我 AI 晶片，你以为不知道吗？所以这张照片丢出来的时候，震撼大家。这是一张在台北的照片，这是去年6月的时候，在 Computex 期间，黄仁勋跟中国籍的女子叫做黄乐，她当然可能改成了新加坡籍，一个神秘女子 Alice 黄在。台北的私厨吃饭的照片，然后重点是《纽约时报》还把它追查出来，透过这个黄乐，其实他已经买了20亿台币
610亿左右的 AI 晶片卖到马来西亚，卖到印尼，而且为什么这个大家会非常 care？因为黄乐这个人是什么？你看哦，纽时的第一句话讲得非常明白，中国透过官方甚至有军方色彩的控股的白手套，取得辉达 AI 晶片。你刚刚讲的 Alice 黄乐，他就是那个白手套，结果你还跟我讲。他还买了台币610亿，20亿美金，台币60亿元的晶片，我的天哪！所以到底买了多少晶片，他掌握清清楚楚，甚至美方掌握什么资讯，你知道吗？这一次《纽约时报》把资料丢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哇，美国人竟然掌握了这么多资讯，所以筹码在谁的手里，你就看得很清楚了。他也跑到新加坡去，黄乐这家公司叫 Mega Speed 这个公司在新加坡的办公室，结果去查的时候才发现，它其实就是一家空壳公司，对，它只有2个员工。2个员工而已。对，然后他还有个马来西亚子公司叫 Speedmetrics， 结果去的时候他发现里面到底在做什么，没有人在里面，然后隔壁的或者是对面员工其实根本就不知道里面是有什么人，其实代表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其实是一个人头公司，它其实只有2个员工，有点像开曼群岛那纸上公司一样，其实都只有登记在那里。那问题就来了，《纽约时报》马上去追啊。那你怎么样？你怎么在2024年6月的到2025年6月之间，买了20亿美金的晶片？你的钱到底是怎么来？你一个在新加坡设在办公室里面的空头公司，你怎么会有20亿美金去买这些晶片？而且它里面最毛的是什么？这一批的这个所谓的晶片，他们还有报道。这个先进晶片是来自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浪潮集团的美国子公司，但该公司的资金来源至今成谜。对，太怪了吧！而且还继续去追哦，他还追去马来西亚的办公室之后，然后去检查说，这些晶片落在哪里？所以最后你知道落到哪里吗？落到印尼去。整个很有趣哦。你在台北的吃厨里面谈生意，对，在新加坡的子公司做交易，然后又转到马来西亚里面一个人头公司，最后伺服器竟然落到印尼里面去，就让人家觉得这其实是不是一个白手套在洗晶片，整个 AI 晶片的整个洗的流程。可是重点就是整套流程完全就曝光了，就在这几天的大战之中。所以美国等于掌握清楚了筹码嘛，所以我们再来看他是到底怎么做的。就如邵和说了，其实他出钱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浪潮集团，它其实是中国最大的伺服器业者之一，但是他在2023年的时候就被美国发现出来，他提供技术跟资料给中国的军方，所以他其实是在禁止名单里面。但是他成立一个子公司，成立在美国，所以是成立这家子公司之后叫 Aries， 然后成立这家子公司，再透过这家子公司去买，透过这家子公司叫 Mega Speed。从在台北交易买了晶片之后，然后再送到马来西亚跟印尼的资料中心，他等于转了很多手。其实这些晶片最后跑到印尼去，所以就《纽约时报》就担心是不是在为远端的中国客户去提供资料，所以转来转去，原来 NVIDIA 的晶片竟然被落到印尼去，可能替中国军方浪潮公司去做相关的应用，就等于 AI 的应用其实在里面。然后接下来《纽约时报》还去查出黄乐的背景，黄乐其实是一家中国公司叫 Seven Low， 就第7大道的公司，其实它跟中国的官方其实有相关的色彩，其实它是中国官方转投资的公司。然后它之前的背景其实也没有人查得出来，号称在中国相关的媒体公司或中央单位担任过职位，所以它到底是什么背景，其实现在查不出来。结果它也不过成立这笔交易之后，8个月后它就完全消失了。Mega Speed 成立8个月，他是董事总经理，现在这一号人物完全看不到。不是，这也太奇怪了吧？从去年你买了20亿美金，结果你1手、2手、3手，结果这个人他神秘到都没有人知，然后没有人知道，现在慢慢出来之后，他的消息慢慢出来之后，原来跟中国官方这么近之后。这个人竟然人间蒸发了，所以可以怀疑是怎么样是一件事情。其实他就是一个白手套，就是白手套，就是中国军方或中国中央政府透过转投资一层一层的转投资之后，买到辉达的晶片，在马来西亚跟印尼这些国家设立 AI 伺服器，才做 AI 相关的运用。所以为什么说，中国为什么还可以运算出相关 AI 的东西或成果？其实就是透过这一套的走势路程。那重点是，它竟然美国竟然清楚的掌握。为什么我说美国清楚的掌握？你从《纽约时报》这些照片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系列的。其实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一张外，你看到来这边，它这边还有第2张，
等于是这个 Alex 黄都跟在旁边的。重点是我们来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你就会很有趣的地方是哪里？这张是在360府啊，是谁拍的这张？在360府，黄仁勋在挥手的时候，Alex 黄站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张是远远的，他们在黄仁勋在挥手的话，他也把 Alex 黄给拍到了。这是第2张照片。再来还有第3照片，这也是最有趣、最神秘的地方，也让人家直直品味的地方是什么？这张是疑似在台北一个在私厨360府吃完饭之后在喝酒的画面。这是 Alex 黄跟黄仁勋，他前面还有一个人在跟他讲话。那黄仁勋跟 Alex 黄都没有看镜头。那再来看这个是台湾科技公司，可能是技嘉董事长，因为现在透过面貌有可能是技嘉董事长，叫做叶培成，可是他的手上看起来是威士忌酒杯，他手是晃动的，表示在拍照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叫大家准备好，因为你看拍照的整个品质可以看出来酒杯是晃动的，代表没有对好焦，或者是所有人的眼神没有看得正前方，那代表怎样？偷拍照片的，是有系列的在偷拍，或者是在拍这些照片。因为除了在这么私密的台湾最近一直在烧偷拍照，结果天哪，连黄仁勋来台湾，去年早就被偷拍了。对，一系列的跟拍出来，而且他为什么还知道我们花了610亿台币，然后竟然在做生意？更可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回到了6月7号。去年6月的时候，其实连我们总统赖清德都去主持 Computex 的开幕典礼哦，一大堆的科技大佬都来到台湾哦。你2024年6月7号拍摄的，那台湾国安单位其实是没有设防的，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去数给你听哦，那时候在台湾的科技大佬有 AMD 的苏志峰，还有英特尔的前执行长，那时候还是执行长季辛格也在台湾，还有美超微的执行长梁建厚也都在台湾。那时候其实整个台北是灌溉云集耶，全世界的科技大佬都在台湾。怎么一个中国籍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人，竟然混在这些科技大佬的群子里面？而且那时候Alex黄还被人家查出他讲一句话哦，他说在酒吧跟台湾的科技业者吃饭，他竟然跟那些人说：“我等一下叫 Jason 来，你们相不相信？”然后大家人当然很讶异，他可以真的把 Jason 叫来嘛？结果 Jason 黄仁勋竟然他说叫他来就出现了，这么熟，对，变得非常的熟。但是这些一切都被《纽约时报》跟美国把它公诸于世嘛。体委，我们刚刚讲，现在除了稀土战之外，他们已经杀的跟什么一样？接下来还有什么？还有锂电池，还有什么？还有中美开征的这个港口费。但我们还是要讲，为什么范斯说那个牌一张一张牌？他说，纽约时报或者只是一个讯号而已啊！11月9号你弄完之后，我10月10号我们马上发出来，我就跟你中国讲说，你做什么我都知道。因为这个牌或许只是第1张牌而已的，不只是第1张牌，可能也是接下来每一天都会出牌哦。为什么？这一直到月底，他们在 APEC 准备要见面之前，双方都在较劲，对，而且双方都在争取他们自己的筹码。中国本来手上就没有什么筹码，因为是美国在制裁中国，所以中国现在在寻找说它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制裁美国。所以你看到稀土出来了，今天来讲的话，像有很多的美国这边也开始在出手，这个间谍战了，你看，这个是在台湾拍的呢。你想想看，美国的记者，然后呢，他们在台湾去做这些事情，那难道台湾的情报单位都不知道 Alex 黄是谁吗？难道台湾情报单位，比如说 Alex 黄从新加坡来的时候，或从上海来的时候，他难道不知道这一号人物是谁吗？而且他刚刚还有说什么？他说我一句话，黄仁勋他就会来的。对啊，那这一号人物如果是他本身来讲的话，是被《纽约时报》盯上的，难道我们的国安部门、我们的情报部门没有盯上他吗？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所以代表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大家在玩什么游戏，问题在哪里？到底这个杀手锏有没有办法处理到习近平，也是处理到川普？你看到川普也是一样啊，每天丢出的讯息完全是不一样。有人说他是塔口，有人说又是他，现在可能明天他又突然间又生气了，他又翻脸了，来，这个关税要变成200%，说不定。然后现在又盯上他的所谓的这个船运费，对不对？船运的课税的事情，还有每天来讲的话，又有什么开征港口费等等。我说真的哈，现在来讲哈，都还没有确定川习会能不能见面。对，为什么呢？因为双方来讲还没有瞧好任何事情哦。那问题又在于说，习近平他现在来讲的话，刚好又要开4中全会。对，在4中全会之前，他不得不硬啊。他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脖子要硬起来才对啊，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习近平他现在传言非常多嘛，说什么他在北京失势了，他在北京怎么样之类的。现在的习近平本身来讲，也像热锅上的蚂蚁啊，他在四中全会不是要端出15-5的计划的东西吗？对，他在四中全会也要端出他的自己的人事安排啊，我的人事安排我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怎么说服他自己内部的人就很重要了，所以我觉得啦，为什么川普他在这个上面有讲，有提到啊，就是说，意思说，其实习近平内部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哦。对。那现在习近平一直被美国盯上，你不要说 Alice 王，其实你看到这一家公司，其实文泰科技，它背后也是美国去跟荷兰政府讲的嘛。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来讲，美国就要求荷兰政府大家都要去共同。你看新加坡，刚刚讲新加坡那个事情，也是美国政府在查那个为什么华为会有这个辉达的这个晶片。对。那现在这个文泰科技也是一样啊。这个非常粗暴哦，你知道吗？荷兰政府直接下令哦，这个文泰科技哦底下哈，在这个所谓的安氏的这个半导体底下的股权只剩下1%。只剩1%，然后因为你有国安的事情，你只1%。对，它本来是什么？它本来入股这一个安氏科技来讲的话，照道理讲，它享有所谓的掌控权，它有所谓的这个公司的营运权。那现在来讲的话，直接很粗暴，告诉他这一家这个文泰说，你只剩下1%而已，代表说你没有决策权。而现在来讲，所有包含人事、包含决策、包含所有的资金、包含投资等等，全部冻结。什么冻结嘛？就是开始在查了嘛，查说到底你内部来讲的话，这一家文泰是不是也不是很安全的公司？这家文泰跟在中国内部来讲，他到这个地方来投资，请问文泰在中国内部又是背后股东又是谁？资金来源又是谁？对，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现在来讲天下为中，也就是美国，他现在在打中国的这一张牌来讲的话，不只是为了这个什么月底的这个 APEC 两边峰会上面有的吵。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在各个国家来讲都跟美国站在一起，对，而跟美国来讲，针对中国的高科技的产业一个一个封杀，其实就是要逼中国就范。那现在习近平他也要硬起来，他不能不硬起来，否则他在四中全会可能就会失势了。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中美战已经杀到什么刀刀见骨的样子。结果今天大家会想问，因为毕竟台积电今天还是跌了嘛，大家说半导体很有影响啊，但没有，我们的经济部说没有，台湾的半导体制程尚无影响，我可以放心了吧？其实不是这样子哦，不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他这边特别讲是半导体的制程。对，那实际上来讲呢，这个稀土它的重要性并不是只有针对制程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左边这个是这个经济部这边的新闻稿。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图表来看稀土元素在半导体里面的产业的应用，主要大概分2大块。第一个部分是针对设备的部分，对。那设备的部分里面包括这个，我们刚刚前面也有讲到这个艾斯摩尔，对，也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就一定有用到稀土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成分，对，来制作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设备。那包括呢，所谓这个高性能的泳池材料，然后呢，驱动无摩擦的直线电机，这个其实都是马达类相关类的这样子。电器这个电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在雷射的部分也有使用到稀土的成分，所以在这些的设备的部分其实都会使用到。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在制成的耗材跟材料，那这个部分来讲，包括我们在化学的研磨啦，或者是一些这个涂层上来讲，甚至在靶材上来讲，其实都会用到稀土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而且这一次那这样子听了我都怕了，为什么0.1的稀土的这个政策出来？用那个它一定超过的啊！是，所以它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这个比例基本上就是我全部都要管制了，全管了。对，全管了。那但是为什么经济部来讲，所以才说它是目前在针对制程的部分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直接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设备台积电不会马上现在就要马上买，那再来材料来讲，台积电本身也一定都有这样的一个库存。所以来讲，这个部分不会直接的影响到，但是如果这一个稀土战继续打下去，那就会影响到了。所以最关键就是它的稀土战，如果今天晶片没有受到影响，制程受到所谓的设备这边受到影响之外，你说稀土里面最关键是什么？是磁铁，磁铁才是这里面最能够掐住别人脖子的。是，那在稀土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刚刚这边有讲到，其实稀土来讲，它在
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应用非常的广泛。那其实我特别从家里面这个特别就这个小小的这个一个小磁铁，对，这个小磁铁。那其实这个我们很多的家里面，甚至我们的手机里面都有这样子的强力磁铁。像我们现在的那个 MagSafe 手机 iPhone 的那个 MagSafe， 这个苹果 iPhone 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无线充电的这个部分 MagSafe， 其实本身它就是一种磁性充电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对，那磁性充电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讲，它在这里面来讲，就是最重要的是我怎么样手机一放到的充电器的时候，它可以做很精准的定位。对，那其实呢，它这个自动吸附的效果呢，其实最主要就是在我的这个手机跟充电器的这个部分有对应的磁铁，这我们都知道。那我对应的磁铁，我的磁性必须要够强，所以它在这个外围就会有分别有10几颗。这样子的一个强力磁铁哦，10几颗哦，对，它其实是非常小颗的这样的小磁铁排列在这个外围。对，那同时呢，这个排列，因为我磁铁会吸住，那同时呢，我会有这个方向性，我的手机放到充电器上面的时候，才可以做定位，才可以定位的比较精准。那定位精准之后，我的充电效率才会高。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为什么最新的苹果 iPhone 的这个现在都采用 MagSafe 的技术，而且它影响还有到这么的广。对，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手机以外，包括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到面板的部分，对，那这个来讲就是我们的硬碟，我们硬碟上面的这个基本上镀膜也是会使用到这样子的稀土的一个材料。相机模组刚像这个手机的时候有看到，在马达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因为它本身这样子的乳铁硼这样的一个材料的磁铁，它具有永磁性，它其实它是永磁性材料，它的磁性不会消失，而且磁性非常的强，所以在马达相关的应用上来讲就很多。那这个来讲，就甚至在另外还有这个锂电池的这个部分，也有使用到稀土的材料。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来讲，为什么这一个稀土令它其实这个影响到非常大来讲？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高磁性的这个材料，那可能就因此受到限制，包括在设备在材料端的部分就受到这样的一个限制。那另外一个部分在马达的部分，包括像这个电动车、无人机相关的这个部分来讲。那它都是一个很关键的元件哦。那这个部分来讲，那另外再来就是针对在这个国防的这个部分安全上来讲，包括在雷达、导弹导航、卫星通讯上面，还有风力发电等等这些相关的里面都会使用到稀土。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